大家好，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喝酒的时间了。今天想喝的是尊美醇，也是我的爱酒之一。然后我这次去台北啊，就有顺便看了一下酒庄，然后就有找到另外一支尊美醇，也是我觉得好像不错哦，可以喝喝看哦。就是从它的最基本的酒款，因为它最基本的尊美醇通常被拿来调酒用。就像那个 Glenmorangie 的那个 X 一样，有时候人家拿来调酒，那当然也可以纯饮，我是拿来纯饮啦，所以今天它在更进阶的版本呢，我想要喝喝看，跟它的最普通的版本有什么不同？现在就来开箱看看。这支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尊美醇，那这支的话就是我后来去买的一支尊美醇，它叫做 Triple 三倍它就是因为尊美醇这个酒厂它是爱尔兰的 whisky 嘛，它本来就是做3次蒸馏了。那但是这支的特别是在于它用3种不同的橡木桶去过桶的技术出来的。然后它的第3个桶呢，它是用雪莉桶 Sherry， 然后波本桶，还有一个是马拉嘎桶，我不知道怎么念啊，但是可能是吧，马拉嘎桶啊。马拉嘎桶好像是啤酒桶的样子。那时候我听酒庄讲的啦，那个酒庄在介绍他的酒的时候，他就超级不专业，就是很多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也没办法从他那边得到一些资讯，可能都要自己上网查。那好，那他就是说呢，这个过了3个桶之后呢，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甜味跟 extra drop of smoothness。就是有创造了更多的滑顺，创造更多的滑顺的感觉哦。爱尔兰 whisky， 我之前喝那个加拿大 whisky 也觉得蛮好喝的，就是也不是世界上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把它倒出来喝喝看。这还没开过，那尊美醇这个我已经被我开了啦。今天用的杯子一样，也是上次那2个杯子。这2个杯子是我的主力杯。我先倒那个尊美醇，3次蒸馏，到这里，好，它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换个位置，在这里。这支呢，3倍3个酒桶。3次蒸馏3个酒桶，很香好香的桶味啊！好，先这样。长颈鹿明明脖子很长，结果他酒杯都比别人矮，是怎样啊？长颈鹿，你们家的酒杯特别矮。好，我来闻一下哦。现在的室温的话，大概17度今天超冷，真的无敌冷了。下班的时候快冷死了。我觉得它就是那种爱尔兰的威士忌独有的那种清香，那种花香调，带有一点青草的味道。还有那种青苹果的感觉，有一点青苹果的感觉。那如果是3次过桶呢？3桶。它的那个木桶味道很明显一个很不一样的木质的味道，新鲜的木材的味道，有点像那时候我喝Johnny Walker 蓝牌感受到的那个木材的清香的味道。有点那种像瓜子的味道，坚果类的味道。好，来喝喝看。先从一般版的先喝。非常顺口，好喝啊！而且它酒精，可能跟它蒸馏也有关系哦。就是它的那个香气比较轻，
那它的酒体喝起来呢，它也不会说非常的强，这也不是酒体不强，是那种酒精感不强。酒体来讲的话，算是适中，刚刚好。再喝一口，它就是走那种顺顺香香的路线的啊，顺顺香香的。那我来喝一下3次3桶，我一直讲不好我来喝一下3桶，顺便看一下它的酒标。酒标我刚才是有看了啦，但是它的那个后面的说明我还没看。Good things come in threes is a belief that distillation 3次蒸馏。他说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尝试就是使用了波本、雪莉，还有他刚才介绍的那个马拉嘎桶，真正怎么念我不知道啊，我自己随便乱念的马拉嘎，我乱念的。创造了一个新的口味体验哦。他讲的跟前面这个介绍差不多，只是再多一点废话，把字写满一点，写了很多字这样子。好，喝喝看。我觉得他很强调他桶味耶。这款酒真的有在强调它的桶味，它一样是顺口的，它的酒体也是舒舒服服的进入你的口腔里面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是喜欢木质清香、木质调的 whisky 的人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一款。像那个欧玛波本花香那一支啊，它也是那种很清新的木质调，带有香草的味道。但这支的话呢，它的那个感受上就稍微没有像欧玛那么的生硬，它就比较柔和一点的木质调，然后整个酒体也是那种舒舒服服的、软软的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光是怎样？圣光太阳拳。那我后推一点就好了，来不及，我已经录了一大堆了。不错，觉得而且也不贵耶，大概就是一般版本的不到1倍的价格啦，所以你就可以喝到3桶的尊美醇，很特别哦，尊美醇3桶，3位一体，3这个数字啊，其实蛮神秘的，有很多典故哦。一时叫我讲我也讲不出来，反正就是很多故事里面都有3位一体嘛，3原色嘛，还有什么？好，我想不到了，可能要查一下资料才知道。蛮有趣的。它跟我上次喝那个 Glenmorangie 就很不一样。Glenmorangie 它都是走那种柑橘类的啊、柳丁类的啊那种香气。那这支走的路线呢？我闻出来了，有点像那种红花、玫瑰花的味道。像樱花的味道，它的花香调跟那个 Glenmorangie 不一样，它是比较走有一点色彩的，比较甜一点的，也不是比较甜啦，就是比较它创造出来的花香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比较像我刚才说的，像樱花啦、玫瑰啦，这种类型的花的味道的花香调。那喝进去的时候，它闻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木材的清香，那喝进去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它就是很强调它的桶味，所以很舒服。其实我喜欢木材的味道，就是那种木质的味道，我蛮喜欢的，而且又顺，喝起来很顺，不辣口。我觉得这个木头的味道，闻着闻着就好像来到了那种森林的感觉，享受着那个芬多精那种森林浴的感觉，还蛮赞的，就是绿油油的一个雨林的感觉。亚马逊那种意象还不错。好喝值得，不愧不枉费我这支酒，你知道多重吗？它是1公升的，
我那时候从台北观察日记3日啊，最后一天我就背了3支酒，就这个把它还他，超重的，回台中。觉得那影片也做的还不错啊，可是好像没什么人看是怎样？之前听说就是那个尊美醇啊，那一般版的啊，这支啊，就蛮多人都说哦，这是给女生喝很 OK 的。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说只有女生才喜欢喝比较顺的 whisky 啊，而且像很多老酒啊，他们都会特别就是强调越陈越香，越喝起来越顺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其实它像这样这2支酒就有达到这样的效果，那是不是说在某些人眼中，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whisky 的一个典范？要不像那个美国的威士忌，就是谷类威士忌，他们那种比较，我的认知里面比较粗犷一点的感觉，他们这就是很细致的，比较柔滑的。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爱尔兰这个尊美醇的 whisky 的介绍里面，还有说到他们对那个水源的汲取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他们用的水是比较不一样，不知道是软水吗还是怎样，我忘了啦。知道的人可以留言一下。那这2支酒的话呢，它们的酒精浓度都是40度哦，它们都是40度。现在很多国家都生产 whisky 嘞，最早期苏格兰嘛，那苏格兰之后又有美国威士忌波本很有名，那再来后来也有加拿大威士忌啊，然后后来日本也有出了威士忌了，然后最近印度也有，不是最近啦，就是这几年印度也有了，雅穆特啊，什么约翰保罗、约翰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哪里？台湾也出了 whisky 嘛，台湾的那个格马兰啊、欧玛啊都是非常有名的。可能还有一些国家也有出威士忌啊，这我不知道而已，或者是可能稍微市场比较小一点，没有机会去喝到。下次我会想要找那个印度威士忌来喝喝看，没喝过印度的，听说会有那种新香料的味道，就有香料的味道，那好像很猛的感觉。差点把酒打翻可就不得了，我不想要清扫啊。好，那我觉得以上这2支酒款就介绍的差不多了，大概就是这样的风味。那影片的最后，来闲聊一下，闲聊时间。我原本想到一些可以聊的话题，可是后来一下子又想不起来啊。最近啊，就是看我的影片这样滑，然后就看到我以前頭髮比較短那現在頭髮越來越長，然後我就覺得我看到我在變化哦。我大概從去年2022年的3月左右就沒有再剪頭髮，就從那時候忽然間就想說我來留一下頭髮好了。然後之後我頭髮還蠻短的哦，那從那時候開始留就沒有再剪。然後我前一陣子不是尾牙嘛，然後尾牙的時候。尾牙的白天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说，哇，可怕！我们公司几十年都不尾牙，没有几十年了，大概4年5年没有尾牙过，然后偏偏要在这个业绩最惨淡的时候来举办尾牙，我就觉得这是不是鸿门宴啊？会不会去被杀头啊？后来去的时候发现，然后很晒哦，刚好就是我去的时候没位置坐，我历年都会故意坐老板旁边，以前啦。那这次的我会觉得说，好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想说好，我就低调到底，我就是最好闭嘴，就吃东西就好了。那我去的时候刚好没位置坐，然后结果有一个女生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她原本坐老板旁边，然后她忽然间就站起来说这个位置给你坐了，然后我就我就好了，算了，我要坐，然后我就坐老板旁边，然后整个过程呢，我就告诫自己说，我最好是闭嘴，不要讲话。那我也确实达成了这个任务，然后我就从头到尾就闭嘴不讲话。然后那老板，我就想说，老板会问我什么业绩不好啊，为什么这样什么的。那当然我有满腹牢骚，但我当然不可能对老板讲嘛。而且我也知道他们是不会改变的，而且我是属于那种，我在里面有一个影片好像有自己自嘲嘛，我不知道那部影片上架了没有，我就说。各位啊，奉劝各位不要像我这样在那边批评公司，说老板不好，然后还不赶快离职那种人，真的是不可取。不知道会被问什么问题，被拿出来鞭刑。我觉得
这也是一个挑战吧，就觉得好刺激哦，业绩这么惨，还要去开，还要去尾牙，而且还要看到那些人。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，要讨厌公司又讨厌那些老板，又讨厌空降主管们，然后还要不赶快离职，真的很废。这是反面教材，大家不要学我，这样很废。对，然后反正我就是我就坐老板旁边嘛，然后很神奇的就是老板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跟我讲业绩的事情。然后老板就问我头发要留到什么时候，我说我不知道。就觉得靠，这难道只有我自己在意？只有我自己觉得压力山大嘛？他们好像每个人都不在意。当然，在那个当下也不是一个讨论业绩的好时候啦，因为大家吃尾牙就是开开心心吃嘛。可是我还是想抱怨一下，这尾牙也太烂了吧！就吃的东西不是很好，日式料理，可是就真的觉得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听说蛮贵，可是我觉得no good。我觉得它是有点像台式、日式料理的感觉，就台中某间呐。然后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叫做《金钱心理学》。这本书很赞哦，我做一些笔记下来了，到时候我再用在杂谈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哇，我本来想说我就精简的，就是看到精彩的地方就是稍微笔记一下就好，然后吸收一下、内化一下。可是我发现他精彩的地方真的很多就是那个作者他很风趣，他用字遣词啊，他的举例啊，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在看什么理科生写的东西一样，觉得很烦，就有点读不下去。因为其实蛮多书就是那种教条式的，然后你好像就冷冰冰的，没有温度的书。那我看那本书之后，我发现就是很能够，可能他刚好也是在研究心理学啦，所以他知道说怎样可以让读者可以更能够去接受他。那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也确实让我非常能够接受，所以我就越看越觉得蛮好看的，就很多东西，尤其举例啊，就写非常恰到好处，然后很多细节啦。现在我就先不要讲他的东西，因为我到时候还要在杂谈里面跟大家分享嘛，我就先不讲。那我现在讲干嘛？那我现在讲这个干嘛？就我本来想要小聊一下，只是一瞬间忘了我想要聊什么。因为我本来今天在录这个喝酒影片之前，就想说，我结束喝完之后，我再来稍微小杂谈一下啊。我觉得我的影片啊，按赞的人啊，按赞的次数啊，3个赞到4个赞吧。4个赞我就觉得还不错哦，那5个赞就是好像大家觉得还不错，比不错再更高一点，不错哦。那如果6个赞以上的，就是觉得哇这个影片太棒啦。然后我有那种之前的影片，之前去那个什么酒展的影片有10几个赞的那个，就可能就是已经超越巅峰，就觉得哇那影片实在是神作。那我们小频道这是小确幸，我小频道就是有6、7个赞就觉得一级棒。新年走春期间啊，在家里也没闲着我那时候就跟我弟说，哇塞，我怎么好像明明在过年搞得比我上班还要忙啊，就是我做一堆事情哦。那我弟就说 ，Yeah， 就是work hard, play hard， 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我去切那个玻璃罐，就是因为我们家超多酒瓶的，因为我喝太多酒了，然后那个酒瓶啊，原本是要扔掉，可是觉得扔了也是扔，但有一个事情可以做，不是很好吗？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们把那个酒瓶拿来割，做成杯子，很酷吧？然后我们的割酒瓶的影片呢，应该这2天就上传了，应该这2天有剪好都可以上传。如何割酒瓶教学，我也是第一次还被骂，就是说你真的不会哦。我弟很机车，他说你真的不会，废话吧，就是不会啊。这是其中之一。第二个就是有做那什么做馒头，我第一次做馒头，就是自己用面粉，因为我妈会做，我妈教我，然后我用面粉，然后去做馒头。但我做的馒头不会很无聊我做的馒头有巧克力口味的馒头，还有那个
果干口味的馒头，然后结果做出来真的超好吃的。然后后来又做了一次，第二次版本的话更酷哦，我的面团里面我揉了一颗那个统一布丁进去，超酷的。然后可是我在想，我到底要那个影片要怎么剪才会比较好看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剪还是就是杂七杂八就这样给它扔进去，不管就是扔进去，然后呈现给大家，毫不保留的那个粗糙，强烈粗糙感。我觉得尊美纯啊，它有时候香到会很像那种洗完澡出来那个肥皂啊，那个洗发精的那种香，但它那种香，我讲的那个是比较化学啦，但它不是那种化学，它就是那种很天然的那种香，天然的香，就是舒服的。因为像那种很假的那种香气，我是闻得出来，我会觉得不喜欢。某酒厂就是有创造这种东西，让我觉得不好喝，或者是有一些很便宜的调和 whisky 啊，你去喝，你真的会觉得说喝起来就是假的，就是怪怪的，不知道怪在哪里，就是不自然。像这种的话就是还 OK， 所以我觉得要买那种小厂牌的 whisky 啊，明明价格没差多少，一样都很便宜，500元之内就有了，尊美纯不到500块钱所以499吧，然后你可以喝到这么样的一个水准，我真的觉得还不错。我觉得我可能是便宜 whisky 达人吧，因为我不会去买很贵的啊，我都会买一些便宜的，大概1000以下的我会买，1000以上就会变成我要思考我要不要买，斟酌一下，口袋有限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喝了很多便宜的 whisky 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么便宜的 whisky 里面有哪几款还不错的。贵的也会喝，但贵的喝的比较少。所以有时候我去看啊，像有些 YouTuber 就是动不动就拿那个1-2万块的 whisky 出来，我就觉得好扯哦。果然是不同啊，不同的那个层级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平常都会只喝1-2万块的 whisky 的人，你就可以去看他们的影片。如果你是小资族哦，像我这样的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就可以来看我喝这种比较那么贵的whisky， 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。比较平价，从里面找到你自己的小确幸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不想要再讲了。那今天的喝酒 and 杂谈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我继续去慢慢享受这2杯酒喽，拜拜。不过一方面也是想要看一下这公司到底能够演化到什么程度啦，也是可以当一个学习啦，一个学习。